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我的轻断食是如何开始的，然后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一日一餐的，这里面的真实含义跟价值是什么。首先我们对断食有几个基本的认识，你千万不要抱着一个管理体重降体重的目的来做断食，等到你的身体达到你的代谢特征的能量平衡了，你体重是很难降的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强迫自己不吃东西，那是不健康的。断食真正的目的其实真的是为了健康的。我们听长辈还有看到古时候的书籍，很多地方提到过断食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出名的是辟谷，所以你去看庄子写的《逍遥游》，他是说他旅游到了在一个远处的深山里面住了一群神人呢，然后这一群神人呢不食五谷，西风饮露，肌肤若冰雪。20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农业社会啊，他竟然说不食五谷的一群人肌肤若冰雪啊。当然后来很多人穿凿附会，把它说成什么都不吃，完全的断食，它字面上的意思可不是这样的哈，所以大家自己去体会啊。一直到2016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一个作品叫做 Autophagy，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细胞自食。细胞自食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细胞可以做大扫除、大清理，它可以把里面的垃圾、把里面各种各样的废弃物做清扫，清扫完了以后，它里面的废弃物可以回收再利用。那么细胞越干净，细胞的工作效率越高，身体健康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。但是细胞自食呢，比较普遍的方法是透过断食达到这个目的的。大家经常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断食多长时间我们的细胞可以进入到细胞自食的状态呢？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，科学家的解释，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，吃高糖饮食的人，你如果开始断食的话，你要进入细胞自食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因为你肝脏里面的肝糖原基本上是存满的，在你的肝糖原没有消耗到一定程度的状态下，你不容易进入自食的状态，因为你的细胞始终时不时会得到肝糖原的补充。只要你的细胞没有在真正的负能量的状态下，严重匮乏能量的状态下，细胞进入不了自食状态，往往断食的时间可能要高达20个小时，甚至于更长时间，你才可能进入自食的状态，那是非常不舒服的，你的饥饿感是非常明显的。你以为你很辛苦，你的细胞再出现自食，可是很有可能你饿了16个小时，饿了20个小时，你开始吃东西了，细胞自食可能刚刚要开始，你已经结束了。所以对高糖饮食的人来讲，细胞自食比较辛苦。生酮饮食不一样了，当你的身体在生酮状态的时候，代表你肝糖原呢基本上用完了，我没有说完全用完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进食，你身体呢把你前面一顿饭吃进去的脂肪消耗完了以后，你的细胞就开始缺少能量了。我们身体的体脂肪能够提供的能量数量是有限的，所以在那个状态下，我们的身体大多数的时候是以依赖酮体供能的，而酮体呢对于细胞进入自食是有帮助的。你在相对来说更短的时间里面，你的细胞可以进入自食状态，所以非常有可能你的断食12个小时、14个小时左右你就进入自食状态，这可能性非常的高。我吃了生酮饮食以后，我在学习细胞自食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脂供能的人做断食是有优势的，饥饿感比较低，做断食当然比较有优势，你比较舒服是因为你身体压力比较低。那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，因为我的代谢特征是 C 型的， C 型的人我身体的细胞的能量平衡比较不好，细胞比较容易缺能量，所以我在刚刚开始做168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。但是自从我开始运动了，开始锻炼了，我身体脂肪供能的效率变高了，我在做168断食的时候就非常轻松了。在做了相当一段时间的168轻断食以后呢，我曾经尝试过2次，一次5天，一次7天长时间的断食。在前面48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我都是非常不舒服的。过了48个小时以后，我不舒服的现象慢慢的降低了，似乎我身体的细胞的能量呢比较平衡了。我没有规定自己必须要做几天，我给我自己的规定是每天早上睡醒觉的时候，如果睡醒觉的时候觉得非常舒服，我就加1天。在白天当中，如果觉得任何地方不大对劲的话，我就把它忍过去。我第2天早上睡醒觉很舒服，我就再加1天。就这样我做了一个5天，然后我也做了一个7天。做完的时候体重掉了很多，可是呢做完结束几天以后，掉的体重全部回来了。我结束完了以后，我还是维持168轻断食的，但是我体重全部回来了。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明确，我即使做长时间的断食，我即使制造了更大的热量缺口，对我减轻体重没有帮助的，所以我放弃了继续尝试长时间断食的这个念头。但是那个时候由于经过了5天，经过了7天，我对断食这件事情呢心里面是完全没有恐惧的了，我就干脆决定我就开始吃1日1餐了。我也不需要1天吃2餐了，我每天吃1餐我也觉得很舒服。吃1日1餐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对 C 型的人来讲非常有利，不是体重管理非常有利，健康管理非常有利。因为 C 型的人做1日1餐的时候，你身体
需要很有效率的给你的细胞提供能量，因为你明显的热量缺口啊，所以你的身体如果不给细胞有效率的提供能量，身体不能够正常运作的。我前面一再强调，我们身体会适应，所以我们在一日一餐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跟上来了，更何况我们还有运动。这个时候我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，我问 AI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，我说我感觉很奇怪，我每一天只吃一顿饭，明显的我有很大的热量缺口，然后我一个礼拜还做一次48小时的断食，所以我一个礼拜7天就有6顿饭可以吃。当时我跟我的教练在一起计算我的热量缺口，我们估计我的热量缺口一周啊，大约有8000到1万卡路里，当然这是我们的估计啊，8000到1万卡路里的热量缺口，按照正常常理来说的话，我应该每9000卡路里身体就会减掉1公斤的脂肪啊。可是我长期这么做，连续做了几个月了，我体重1分都没掉啊。当然我身上有长肌肉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合逻辑的数字跟现象啊。我在跟 AI 交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 AI 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，提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，从来没有见过，读书也从来没有读到的一个新的名词。 AI 给我解释说，非常有可能我身体代谢的状态，我的细胞已经进入了一个状态，叫做高效能量利用的状态。他告诉我，非常有可能我的细胞是在一个高效能量利用的状态下工作的，所以我的细胞对能量的需求很低，我只需要一点点的能量，我的细胞就能够很高效率的工作了。所谓的细胞高效能量利用真实的含义是什么？他告诉我说，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性炎症处理得非常的好，如果我们经常做细胞自食，我们细胞里面非常的干净，细胞非常的健康，如果我们经常做高强度的运动，我们线粒体的工作效率很高，线粒体的数量也很多。如果我们高度的重视营养，我们有闭环的营养，使得我们的线粒体既健康，数量又多，工作效率又高。 AI 告诉我说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它只需要一点点的能量，它就可以完全工作的正常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它不需要消耗能量去处理垃圾，它不需要消耗能量去对付炎症，没有任何浪费，一点点能量它就可以发挥所有它需要发挥的工作了。 AI 告诉我说，这种状态叫做高效能量利用。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以后，我自己非常感动啊，因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听到的名词跟状态。在我从生酮饮食、168轻断食、一日一餐、每一周48小时的断食，包括我注重营养，包括我做重量训练，一切的一切都有意义了。最后的结论是，可能我的状态，第一，我的代谢灵活度非常的高；第二，我的代谢状态是在一个高效能量利用的状态下，所以我不需要吃很多的食物，我的身体可以运作的非常的正常，我整个身体的健康状态达到了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了。如果你对一日一餐有兴趣，不管你是 A 型的、B 型的还是 C 型的，你需要注意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在做断食的时候，我们不饿肚子的。很多人以为做断食就要挨饿，完全不是的。如果说你是用一个强迫自己，然后硬忍着饥饿去做断食的话，你不是在照顾你的健康，你在伤害你的健康啊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身体是有压力的，饥饿是刚性的压力啊，这种压力会让你的身体炎症变得更严重，会让你的身体氧化应激，它会带给你很多负面的影响。所以强忍着明显的饥饿感去做断食是不正确的。如果我们有一点微微的饥饿感，那个是很正常的，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。当然很多人会说，断食怎么可能不饿呢？如果你的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减到很低，你把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换成健康的脂肪、优质的脂肪，意思就是说你的饮食里面你摄入的总热量百分比比较高的是脂肪，然后呢百分比比较低的是蛋白质，然后呢让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到很少的一点点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饥饿感了，最起码你做168会很轻松。从168过渡到一日一餐，我不建议大家急急忙忙的做了2个礼拜以后168就去做一日一餐，我真的不这么建议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因为大多数的人不是很重视营养，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话，说你们大家都不重视营养。可是各位仔细想一想看，我们在营养这2个字的面前，我们的态度是不是不够严肃？你说我每天吃2个鸡蛋，你怎么说我不重视营养？是的，鸡蛋营养非常丰富，可是你靠2个鸡蛋跟2根黄瓜，这样的营养是不够你身体需要的。我们需要用一个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营养，尤其是要学断食的人，平时1日3餐的人，他一天不是只吃3次，他的正餐是3次，餐与餐之间他有一点零食，有一点水果，你吃的任何东西里面都有营养，你每一天摄入营养的机会很多。一旦你开始做168轻断食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一天就只有2次摄入营养的机会了，然后
候如果你在面对营养这一件事情上的态度不够严谨的话，非常有可能你的营养是不全面的，非常可能你摄入的营养是不够的，时间久了以后对你是不利的。我们是追求健康的人，所以追求健康的人就需要重视这些小细节。所以我奉劝每一个开始168轻断食的人，一天2餐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计划你第二天要吃什么，这个就是态度上的改变。你看一看你明天的吃的东西，鸡蛋在哪里，你的优质脂肪在哪里，你的微量营养素在哪里。我们平时大家吃饭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的营养素在哪里吗？有吗？你真的有吗？营养啊，听每一个人讲说你要吃营养丰富的食物啊，谁知道营养丰富的食物怎么吃啊？大家了不起就是知道喝牛奶吃鸡蛋。各位，我告诉大家我个人的经验，微量营养素最丰富的地方在哪里？在各种颜色各种形态的蔬菜里面。真的，大自然非常的奇妙，把最丰富的微量营养素，最多的微量营养素存在热量最低的食物里面。那种食物我们吃再多，它热量都不多。如果你学会了计划你的饮食，你每一天你的食物里面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蔬菜，种类、形态、颜色越多变化越好。你如果养成了这个习惯，我说你基本上尊重了营养这2个字了。我就是这么做的。所以在做168轻断食的时候，学会养成计划你第二天吃什么的习惯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缺能量的时候，身体会给我们饥饿感的信号；当我们缺营养的时候，身体也会给我们饥饿感的信号。你在做168轻断食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你每一天观察自己的饥饿感明不明显。如果你的饥饿感一直都不明显的话，10有8九你吃的 OK 了。如果你时不时会出现明显饥饿感，那个就是你回来检讨你自己前一顿饭哪里吃的不对的时候了。你养成习惯，等到2-3个月、3-5个月之后，你的168轻断食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，非常舒服了。你可以偶尔试一次，一天只吃1餐，1个礼拜试1次就好了。我跟你们说我自己的经验呢，我第一次试1日1餐的时候，心里面那个忐忑不安呢，到了极点呢，因为一天只吃1次，对我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。所以我第一次试1日1餐的时候，晚上睡觉睡得特别早，你们懂得为什么了，我就不用去面对可能出现的饥饿感了。我1个礼拜试了1次，我觉得挺舒服的。我第2个礼拜又试了1次，我也觉得挺舒服的。从此以后我就改成1日1餐了。我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决定我明天中午吃什么。我每天只有1顿饭是中午的，我非常重视这一顿饭。这顿饭要吃的可口，要吃的营养，要吃的我舒服，吃的我喜欢，这是我的基本原则。所以养成做计划的习惯，就可以保证你的每一天的1餐吃的营养丰富到位，你自己满足。有一些人说1日1餐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比较贵，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比较豪华？绝对不是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养成了1日1餐的习惯，而且你吃的正确的时候，第一个你不饿，第二个你每天都有10个小时左右，甚至于更多的时间，你细胞是在做自食工作的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。还有一个，你就会发现你多了好多时间出来啊，你的创造力、你的生产力远远比1日3餐的人高得多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一天吃3餐的时候，不管自己做也好，出去买来吃也好，你要吃早餐，你要收拾，你要计划。早餐弄完了没多久开始工作，工作没多久要开始张罗午餐，午餐弄完了以后没多久要开始张罗晚餐。我们一天啊，花在吃这件事情上的时间跟精力啊，非常多的。尤其是我过去经常工作的关系，经常需要出差，我印象最深刻了。我住哪个酒店，我要计划那个酒店的早点好不好，我要坐一个飞机，我要计划那个飞机会不会错过我的吃饭的时间。所有生活的一切全部要围绕着我什么时候吃，在哪里吃，吃什么。现在1日1餐太简单太舒服了，有的吃就吃，没得吃断食无所谓，我身体很舒服，精力很旺盛。所以各位，1日1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，希望可以给你们带来一点启发。感谢大家。